神秘的伽利略計劃到底發現了什麼？朋友們，今天我們不聊枯燥的星系演化，也不講爛大街的黑洞科普，要扒一扒天文學界最具爭議、最離經叛道，卻又藏着無限可能的神秘項目——伽利略計劃。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人類找了幾十年外星文明，一直沒結果，是不是從一開始路子就走偏了？別急着下結論，我們先從2017年那個震驚全球的星際訪客說起，這也是伽利略計劃誕生的源頭。2017年10月19日，夏威夷的泛星計劃1號望遠鏡捕捉到一個轉瞬即逝的詭異光點，天文學家們盯着數據看了半天，直接懵了。這個天體形狀像一根細長的雪茄，全程毫無規律的翻滾。最離譜的是，它的飛行軌跡完全違背了常規天體的物理規律，沒有彗尾，卻帶着詭異的加速度，硬生生衝出了太陽系。天文學家給它取名奧陌陌，在夏威夷語裡是遠方的信使。可這個信使到底是誰派來的，成了當年最大的天文謎題。主流學界第一時間給出解釋，要麼是奇特彗星，要麼是罕見小行星，可種種數據都對不上。就在整個天文學界集體沉默，不願觸碰這個燙手山芋時，一位哈佛教授站了出來，直接拋出了讓學術界炸鍋的假說：奧陌陌根本不是自然天體，大概率是外星文明遺留的光帆技術殘骸。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教授就是阿維·洛布。而他一手發起的伽利略計劃，就是為了打破學界禁忌，用實打實的證據解開這些星際謎團。可能很多人不理解，不就是提個外星假說嗎？怎麼就成了打破學界禁忌呢？其實，在伽利略計劃誕生前 ，UFO 也就是現在學界統稱的 UAP 不明空中現象，早就成了天文學界的禁忌話題。長久以來，只要有人敢公開研究 UAP， 敢提外星文明相關的猜想，就會被貼上民科、譁眾取寵的標籤，被主流學界排擠、嘲諷。哪怕是頂尖科研人員，也會被質疑學術操守。這就是天文學界心照不宣的潛規則。而洛布作為哈佛大學前天文學系主任，在黑洞、早期宇宙等硬核領域發表過400多篇高水平 SCI 論文，絕非泛泛之輩，妥妥的學界頂流。可就因為奧陌陌的外星假說，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排擠，同行評審刻意刁難，媒體斷章取義、惡意嘲諷，甚至有同行直言他这是學術自殺。半輩子攢下的學術聲譽，差點因為一個猜想毀於一旦。但洛布沒有妥協，他受夠了學界的固步自封，受夠了大家只敢在安全區做研究，對未知謎團視而不見。2021年7月，他正式宣布啟動伽利略計劃。沒有華麗的造勢，只有一個最樸素的核心動機。別再糾結信不信有外星人，我們直接動手找物理證據，把玄學爭論變成硬核科研。說到這兒，很多朋友會好奇，找外星文明不是一直有 SETI 計劃嗎？伽利略計劃到底特殊在哪兒？這就得好好聊聊洛布提出的顛覆性理念——太空考古學。這也是它和傳統 SETI 最核心的區別。我們先說說延續了60年的傳統 SETI， 也就是搜尋地外智慧生命計劃。關於 SETI， 我之前有專門做過一期節目介紹，有興趣的朋友去翻看一下。從1960年奧茲瑪計劃開始，科學家們一直抱着一個執念，用巨型射電望遠鏡監聽宇宙裡的無線電、激光信號。中國天眼 FAST 也是走的這一路線，覺得外星文明要是想聯繫我們，肯定會主動發信號，就像在黑暗森林裡等着別人點篝火。代表人物卡爾、薩根、弗蘭克、德雷克都為此傾注了畢生心血。這種方法確實優雅，只需要豎起耳朵就能監聽大半個星系。可洛布直接戳破了這個理想化的泡沫。萬一外星文明根本不想搭理地球，或者早就淘汰了無線電這種原始技術呢？60年守株待兔式的搜索，注定只能無功而返。而伽利略計劃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，洛布把它比作宇宙拾荒，也就是太空考古。核心邏輯很簡單，只要存在高等技術文明，就一定會留下太空垃圾，哪怕他們不想被發現。這些技術殘骸、探測器碎片、星際天體遺跡也不會說謊，
不會像電磁波信號那樣被星際介質衰減，被宇宙噪音干擾。只要找到就是無可辯駁的鐵證。如果說傳統 SETI 是破案時監聽通話記錄，那伽利略計劃就是在案發現場找指紋、挖 DNA， 一個等對方主動開口，一個只管找對方存在過的痕跡。兩者不是替代關係，而是互補的探索路徑。也正是這種理念革新，讓伽利略計劃徹底跳出了傳統搜尋的桎梏。基於太空考古的核心思路，伽利略計劃制定了3大硬核任務，每一項都直指未知謎團，沒有半點虛的。第一項任務是打造天空之眼，也就是在全球搭建高密度的 UAP 監測網絡，搭配高清望遠鏡、多維度傳感器和人工智能識別系統，徹底告別以往模糊不清的目擊視頻、肉眼猜測的低效模式，用精準數據鎖定不明空中現象的真實面目，杜絕謠言和誤判。第二項任務是化身星際獵手，專門盯着下一個奧陌陌這類星際訪客，一旦發現就進行實時物理分析，重點排查非引力加速的人為痕跡，比如是否具備光帆依靠太陽光推進的特徵，不放過任何一絲技術文明的線索。第三項任務則是做地球軌道間諜，全方位搜尋近地軌道上不屬於人類的異物。哪怕是微小的外星探測器、廢棄衛星碎片，也會被納入監測範圍，不放過近在咫尺的未知痕跡。如果說3大任務是伽利略計劃的骨架，那太平洋海底的打撈行動就是這個計劃最具爭議、最接近真相的高光時刻。洛布團隊通過美國國防部的機密軌道數據，鎖定了2014年墜毀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附近海域的流星 IM1。這顆流星的飛行速度遠超太陽系常規天體，大概率也是星際訪客。關於星際訪客 IM1， 我也做過一期節目，有興趣的去翻看一下。為了找到實物證據，洛布團隊租用科考船，拖着磁力橇在4000米深的海底反覆掃街，在漆黑深海裡耗時數月，最終打撈起上千顆亞毫米級的熔融球粒，經過篩選留存了850顆有效樣本。後續的成分分析直接引爆了學界，其中約10%的球粒擁有獨特的白酪元素組合，這種成分結構完全不同於已知的太陽系任何天體物質，既可能來自極端罕見的岩漿海洋行星，也無法排除是外星人造合金遺跡的可能。哪怕主流學界依舊持謹慎態度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親手觸摸到大概率來自太陽系外的物質，意義堪比天文界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。當然，顛覆性的探索注定伴隨無休止的爭議。2025年7月，第3位星際訪客 3I Atlas 闖入太陽系，直接把洛布和伽利略計劃推到了風口浪尖，也成了檢驗計劃理念的關鍵試金石。這顆天體以時速21萬公里的速度逆向闖入太陽系，洛布第一時間提出6大異常特徵，甚至在論文預印本中大膽猜測，它或許是帶有探測意圖的外星探測器。這番言論再次引來主流學界的集體反駁。雙子座南望遠鏡、韋伯望遠鏡等頂級設備的觀測數據陸續公布。天文學家們明確指出 ，3I Atlas 擁有清晰的會發會尾，探測到水冰、二氧化碳等典型彗星物質。早期直徑估算存在誤差，實際會合直徑僅 0.44 至 5.6 公里，軌道特徵也完全符合自然動力學規律。NASA 更是在2025年11月官宣，這就是一顆普通的星際彗星。面對壓倒性的主流共識，洛布依舊沒有退縮。他反覆強調自己從未斷言 3I Atlas 就是外星飛船，只是呼籲學界不要忽視數據中的異常點，不要用固有認知否定未知可能。他還把人類與星際訪客的相遇比作盲目約會，最該做的是先傾聽數據，而非急於下定論。甚至在2025年底的學術研討會上，他還補充提出了16項異常特徵，堅持自己的科研理念。為了證明自己的方向沒錯，洛布還和學界懷疑論者立下賭約：2030年前一定會找到無可辯駁的地外技術證據。這場賭約也讓伽利略計劃的爭議性拉滿，成了天文學界最受關注的世紀之賭。其實，拋開對錯之爭，這場論戰恰恰印證了科學的本質。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
洛布的假說或許不成立，但他逼着主流學界放下偏見，認真審視每一個星際異常，這本身就是科學進步的意義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覺得伽利略計劃折騰這麼久，也沒找到什麼實錘證據啊，就是一場無用的鬧劇。可我想說，這個計劃的真正價值，從來不是能不能立刻找到外星人，而是它帶給人類的認知覺醒。洛布曾說過，當年伽利略用望遠鏡打破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謬論，而如果伽利略計劃能找到一塊非自然、非人類的技術碎片，就能打破人類文明是宇宙智慧中心的固有認知。這種探索不僅關乎天文學的突破，更會衝擊人類的哲學、宗教觀念，倒逼人類技術跨越式發展。試想一下，如果發現的外星技術比人類先進100萬年，那對人類來說不是恐懼，而是驚醒，是跳出舒適區邁向星際文明的契機。其實無論是傳統 SETI 的數耳傾聽，還是伽利略計劃的太空考古，本質都是人類對宇宙的好奇與探索，是刻在骨子裡的求知欲。洛布不是哗眾取寵的民科，他只是一個盯着数據、堅守初心的異類，用最枯燥的元素分析、數据篩查，做着最狂野的宇宙探索夢。如今，智利的威拉魯賓天文台即將全面投入運行，預計能發現數十倍於當前數量的星際天體。下一個奧莫莫，下一個3i Atlas 隨時可能出現。而這一次，人類不再只有模糊的望遠鏡，還有伽利略計劃的探測器、深海打撈的經驗、硬核的數據分析體系。真相或許就在下一個星際訪客到來的轉角。最後再問大家一句，如果真的找到了外星文明的技術殘骸，你覺得人類該主動接觸，還是默默觀察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腦洞。其實科學最珍貴的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定論，而是敢於質疑、勇於探索的精神。哪怕前路布滿爭議，哪怕真相遙不可及，這份向着未知前行的勇氣，才是人類立足宇宙的根本。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喜歡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哦。